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令人惊叹的科学领域，听起来就像是直接来自科幻小说将能量转化为物质。没错，我们正在谈论现代炼金术。科学家们正在揭开将能量转化为有形物质的秘密。宇宙来源于起点大爆炸，这个起点是一个密度无限大、热量无限大、温度无限高、压力无限大、时空曲率无限大、体积无限小的点。当它大爆炸之后，产生了无限大的能量，这些能量最后转化成了宇宙中的各种物质。这种温度估计也只有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才发生过一次。正是由于宇宙大爆炸那超高的温度和能量，才能够将能量转化为宇宙物质。这种温度和能量是人类无法想象的。根据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方程式，物质可以转化为能量，能量同样也可以转化为物质。那为什么物质转化能量随处可见，但能量转化物质却很难见到呢？主要是因为能量想转化为物质，需要的能量太大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煤炭燃烧可以转化为很高的温度，而我们将煤炭燃烧很容易，人人都可以做到。但如果将这个过程反过来，再将煤炭产生的能量再转化为煤炭，那需要的温度将是庞大的，现有科技还做不到。但只要这是真实存在的可能，随着人类科技的不断进步，未来人类也会做到将能量转化为物质，那时候人类文明才是真的牛起来了。这是只有神话故事中那些神仙才能做到的事。在一些神话故事中，神仙可以创造物体，看上去很神奇，但如果用现代科学来解释，那不就是一种能量转化为物质的科学技术吗？根据质能方程式的计算，质量为1克的物质可以产生的能量大约为2200亿千卡。可是反过来，想要产生1克的物质，同样需要2200亿千卡的能量。而且即使你有了2200亿千卡的能量，也不一定可以转化成功1克的物质，可能需要的能量会更多。主要原因是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在瞬间释放出如此多的能量，这也是能量转化为物质的一个重大技术难题。近来，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量子物理学和粒子加速器的领域，以将这个理论变为现实。比如，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在重新创造类似早期宇宙的条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那时能量非常集中，凝聚成了物质。像 LHC 这样的粒子加速器是巨大的机器，将粒子推向接近光速，然后让它们相互碰撞。当粒子以如此高的能量碰撞时，它们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能瞬间凝聚成新的粒子。这种现象让我们能够亲眼目睹能量转化为物质的过程。事实上，这就是科学家发现神秘的希格斯玻色子的方法，一种赋予其他粒子质量的粒子。希格斯玻色子是通过分析粒子碰撞释放的能量被发现的。这项发现不仅验证了希格斯场理论，还提供了能量转化为物质的确凿证据。粒子加速器并不是观察这种转化的唯一方法。另一种令人惊叹的方法涉及将光，本质上是一种能量形式，转化为物质。这种现象被称为光子散射。在最近的一项实验中，科学家们将高能光子互相射击，产生碰撞，从纯粹的光中生成了粒子。这项突破性的研究不仅展示了将光转化为物质的能力，还展示了这一过程在现实中的应用。由纯能量产生正电子，下面我来进行详细介绍。正电子是电子的反物质，它们有相同的质量，但却有相反的电荷。当正电子和电子相遇时，它们会相互湮灭，释放出高能的光子，这个过程叫做正负电子对湮灭。但是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进行，如果两个高能的光子相撞，它们也可以产生一对正负电子，这个过程叫做线性布赖特惠勒过程。它是光子和光子之间最基本的相互作用之一。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个过程呢？有2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过程是量子电动力学中最简单的过程之一，它可以检验我们对量子场论的理解。第二个原因是，这个过程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方法来产生和加速正电子数。正电子在自然界很少存在，但在科学和工程中有很多应用。
比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或者正负电子对撞机。那么我们怎么实现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我们需要有足够高能的光子，第二个条件是我们需要有足够密集的光子。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光子对撞机。但是要建造一个光子对撞机并不容易。传统的方法是利用高能电子束和强磁场来产生高能光子，并让它们在一个小空间内相遇。但是这种方法需要非常大型和昂贵的设备，并且效率很低。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最近一篇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的论文介绍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案，即利用超强激光脉冲与接近临界密度等离子体相互作用，在其中形成一个自组织的光子对撞机，从而产生和加速正电子。等离子体是由带电粒子如电子、离子、原子核等组成的第四态物质。等离子体中存在着复杂而丰富的集体行为和波动现象。当激光脉冲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非线性效应和粒子加速机制。等离子体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叫做临界密度，是指当激光入射到等离子体时，激光无法穿透等离子体的密度。临界密度的数值取决于激光脉冲的波长。一般来说，波长越短，临界密度越高。当激光入射到近临界等离子体时，激光会在等离子体表面形成一个强烈的电场，将电子推向激光前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高能的同步辐射源，可以发射出高能的光子。这些高能的光子可以在激光前沿相互碰撞，产生正负电子对。同时，由于等离子体表面的电场，这些正电子会被加速到超相对论能量，这样就实现了用超强激光脉冲产生和加速正电子的目标。接下来，研究人员打算用数值模拟验证该机制。不过，这个过程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却很难用数值模拟来验证，因为要模拟线性布赖特惠勒过程，你需要同时考虑光子和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需要很大的计算资源和时间。不过，他们用一种新颖的方法来模拟这个过程，并且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他们发现，在实验可达到的激光强度下，1022瓦 cm2， 用近临界等离子体作为靶标，可以产生一个具有几十占能量、0.1 pc 总电荷、10度发散角的正电子束。这个正电子束主要来自于线性布赖特惠勒过程，而不是其他可能的过程，比如贝特海特勒过程，即高能光子与原子核碰撞产生正负电子对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在较小的尺度上利用这个过程，它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生产材料和燃料的方式。想象一下，从几乎什么都没有中产生资源，这是可持续技术的一大飞跃。放眼地球之外，宇宙浩瀚广阔，外星文明的存在是不用怀疑的。人类文明的科技满打满算也不过才发展了300年左右，但在宇宙中那些诞生时间早的古老文明，他们有可能已经发展了数亿年、几十亿年。这样的文明，他们的实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不管是发展科技的科技文明，还是发展自身的修行文明，只要文明走到高级的时候，都有神秘莫测的能力。宇宙中古老的科技文明，他们可以用科技将能量转化为物质，相信也不是难事，甚至创造星球、创造宇宙。而以发展自身潜力的古老修行文明，依靠个人的实力，可能同样可以做到将能量转化为物质。地球古老神话中的故事未必都是假的。科技的终点会是什么？无人知道，但相信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能力。科技可以改变世界，同样科技也可以改变宇宙。科技的终点有可能就是无所不能的转化。任何物质可以转化为能量，同样的宇宙的无穷能量也可以转化为物质。甚至我们的宇宙会不会也是其他更古老宇宙的高级文明用能量转化而来的？以上就是将能量转化为物质的迷人之旅。从粒子碰撞到光子相互作用，科学家们正在推动我们的理解界限，重塑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感谢您加入这个引人入胜的探险之旅。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获取更多令人费解的内容。还有，点击那个通知铃铛，以便您不会错过任何更新。直到下次，继续探索，继续质疑，继续拓展您的视野。
保持好奇。